2022年8月30日，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中央临床医院去世，终年91岁。戈尔巴乔夫为终结暴政、结束冷战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他是人类政治文明上仅次于华盛顿的伟大人物。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，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，我没有哭，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。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，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地位，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。在历史转折关头，能看清历史大趋势的政治家才是真正的伟人。他亲手断送苏共的集权统治，就如蒋经国亲手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样，将本国的政治文明往前推进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，极大地造福了前苏联各共和国人民，也为世界人民带来了和平。戈尔巴乔夫的丰功伟绩无可替代，无可贬义，更不容抹杀和否认。正因如此，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致敬伟大的文明的先行者戈尔巴乔夫，安息吧，文明世界会永远记住你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给出的评价确实客观实在，他的哀悼推文中这样写道：米哈伊尔·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独一无二的政治家，他曾改变了历史。现在的年轻人大都认为，正是因为他的无能和背叛，才导致了苏联解体，是个历史罪人。其实并非他无能或者背叛，而是他的良知和正义才终结暴政，结束冷战。要知道，当时的苏联军事实力不可谓不强大，社会控制不可谓不严密。只要戈尔巴乔夫狠下决心，凭借总统强大的权力，他完全可以通过武力解决问题，维持统治。那么苏联或许现在依然存在，但他选择了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，甚至主动放弃权力，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最终活到了91岁，可谓寿终正寝，一生圆满。戈尔巴乔夫改革当初也许并未打算摧毁苏联和苏共，但他的改革却导致终结了苏联，改变了世界。回顾他的经历，或许可以理解他的改革和新思维。1931年3月2日，戈尔巴乔夫出生在北高加索地区斯塔夫波尔的普利沃诺耶村。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戈尔巴乔夫曾经说，他们的命运反映出农民在苏维埃政府下的命运，也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。1933年，他的祖父被当局认定为破坏农业生产，流放西伯利亚。1935年提前回到家中，自此加入了原本拒绝加入的集体农庄，在那里劳作到去世。其外祖父曾说，苏维埃政府救了我们，给了我们土地，这决定了他对苏维埃的态度。当合作化开始的时候，他组建了一个农庄，担任农庄主任。但1938年，外祖父被指控为托派分子，遭到逮捕，一度被判死刑，后因没有发现证据获得释放，被调查和折磨长达14个月。外祖父被捕之后，邻居们不再去戈尔巴乔夫家串门，家里的房屋被打上人民之敌房屋的标签。戈尔巴乔夫还说过，这些都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。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灾难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强烈的印记。他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苏联体制是多么不公正，可以说他从年轻时期就立志改变苏联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戈尔巴乔夫的父亲上了战场，浴血奋战至少3年，在捷克斯洛伐克负伤后结束作战。德军也曾打到戈尔巴乔夫的家乡，那是一个梦魇一般的场景。父亲经常给他讲战斗的故事，那些血腥惨烈一直在他耳边挥之不去。战后3年，1946年，农作物欠收，产量是战前的一半不到。1947年收成转好，但也就是战前的2/3左右。1948年，苏联人民的日子才逐渐恢复正常。童年的经历，那些撕心裂肺的经历，生活和世界的扭曲和变化，铸就了戈尔巴乔夫的性格和他对世界的看法。终其一生，戈尔巴乔夫都认为苏联人民生活比不上西方社会制度。他在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夜，对他的夫人赖莎说：“是时候做出改变了，这个改变就是要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。”1950年中学毕业后，戈尔巴乔夫考入莫斯科大学，并担任法律系共青团书记，从基层干起，先在基层团委任职，历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、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1书记、边疆区第2书记、区党委第1书记。到1971年3月，他当选苏共中央委员。
从履历上看，他是一个苏联官僚体系培养出来的精英，但这个精英却亲手解散了苏共，埋葬了苏联。1985年，54岁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，启动民主和人道社会主义的改革，迅速与过去决裂。戈尔巴乔夫说：“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。那个体制本身濒临死亡，那个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。我了解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，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。实际上，在我被推举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时，就已经注定我别无选择。”因为整个国家正期待改革的到来。他在任职不长的总统任期内进行了下列改革：精简党委，平反政治犯，放开言论管制，让立法机关自由选举，放开私有经济，停止军备竞赛，从阿富汗撤军，让柏林墙倒塌。然而，改革导致了社会的动荡、种族的冲突。立陶宛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首先宣布独立，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。1991年12月25日，随着11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，苏联退出历史舞台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。戈尔巴乔夫曾在苏联解体前含着泪水跟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通话，他说：“我拥有在半个小时以内毁灭地球的能力。”老布什说：“在人类跟屈辱面前，我建议你选择人类。”最终，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人类。戈尔巴乔夫对全世界做出的贡献，怎么赞美都不为过。苏联解体后，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。美联社报道称，戈尔巴乔夫在晚年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誉和奖项。然而，他在国内却遭到了广泛的鄙视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俄罗斯人将1991年苏联解体归咎于他。晚年的戈尔巴乔夫称自己并不后悔进行改革，但也承认在改革的道路上犯了一些错误。1997年，戈尔巴乔夫为必胜客拍了一个广告，广告以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过话题作为切入。店里的人看到戈尔巴乔夫起了争论，年轻男士说他带来了机会和自由，中年男人说他带来了政治经济的动荡。最后，一位老妇人打断了他们的争吵，说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，大家才能够吃到必胜客。可惜的是，2022年必胜客退出了俄罗斯市场，可见历史进步并非必然，文明也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啊。以上就是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一生。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通知提醒，第一时间观看最新视频。